你有没有听过稳定币和 SLR 呢？这两个东西真正就是一个危机的病症。今天我们请到区爸爸来拆解一下，你一定要看到最后才会懂得如何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避开灾难。那在区爸爸讲之前呢，我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稳定币。稳定币呢是加密市场里面的稳定器和交易的核心。那它是一种与法币，例如美元或者资产，例如黄金挂钩的数位货币。它的功能呢是为了波动剧烈的加密市场提供稳定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储存的工具。那过去几年，稳定币已经成为去中心化、NFT 交易等等应用越来越普及的加密货币。那我们知道，稳定币发行的公司它需要买一定的美债。那七分法，你之前讲到的美债危机是不是可以解决的呢？其实啊，我们现在搞清楚，现在美国面对的两大危机，一个是美债危机，一个是美元危机。虽然这两个危机它们是有关联的，但是两个危机是不同的。美债危机就是美国政府赤字很大，每年需要发很多的债来支持它的政府的运行。那现在的债越来越多了，人家也不愿意买了，所以美债没人买，美债的收益率就会上去，这也使到美国政府要支付的利息支出越来越多，使到它的财政赤字也会增加，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美国面对的是美元危机，就是全世界无论是央行或者是政府都希望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把美元从储备货币的比重降低，甚至推出替代美元的另类货币，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危机。那你刚才提到的稳定币会不会帮助美债呢？我觉得帮助美债的作用不大，因为稳定币背后所需要持有的是美元，或者是流动性非常高但是相对稳定的短期美债，而美国政府现在面对的美债，它发行的是中期3到5年或者长期的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期的美债。那这些中长期的美债随着收益率的波动，它们的价格波动也很大，稳定币不能够持有这些中长期的美债，所以是帮不到美国政府解决它的美债的危机的。当然，如果全世界都用美国监管的许可的稳定币，而美国监管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这些稳定币背后要持有美元或者美债，这个可以巩固美元的地位。香港现在推出了香港版本的稳定币法案，以后也会有被香港监管的稳定币，这些稳定币就不需要持有美债，更有可能的是持有港币的债券或者其他的资产。这个其实是在削弱美元的地位，使到全世界的国家有另外一个支付的模式。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到底最终哪一个稳定币会相对的受欢迎。有可能如果是香港监管的稳定币大受欢迎的话，会进一步的削弱美元的地位。那区爸爸，你刚才说稳定币不能救美债，那最近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提出了要改变 SLR， 那 SLR 是什么东西呢？它能不能解决美债呢？那首先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 SLR。 那 SLR 全名叫 Supplementary Leverage Ratio， 中文叫补充杠杆比例。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之前银行次贷危机，那监管部门觉得需要监管银行，使得他们更加的稳健，推出了这个 SLR 的数字，就是把银行的一己资本作为分子，除上它所持有的所有的资产，得出这个比例。那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银行有1个亿的一级资本，它当然会去投资买资产。那如果它买了20亿的资产的话，这个 SLR 就是0.05或者5%，那就符合了一般对银行的这个要求了。那这个分母的资产里面包括了美国的国债，但是因为美国的国债回报不是
很高，所以一般来说，银行也不会买太多的美国国债。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推出的长期国债市场对它的胃口不大，需求疲弱，这个使到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上涨了，加重了美国的财政的负担，这使到特朗普非常的紧张，所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提出要把这个 SLR 的分母计算里面不包括美国的国债，那这个就是搬龙门改球赛的规则。那大家可以想一下，为什么要搬龙门改规则呢？那其实是去除了银行的顾虑，去买更多的美国的国债。但是大家又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债券投资人不愿意买美国国债呢？正是因为债券投资者不再把美国的国债看成无风险的投资了，所以他们不愿意买。那这些银行去买这些表面上还是无风险或者低风险的投资工具，会不会使到银行的风险增加，再一次踏上了当年次按危机的旧路呢？所以无论是稳定币 SRR 或者之前马斯克大量的要削减美国的财政支出，或者现在特朗普四周围打关税战拿好处，其实都是一个症状，背后的毛病就是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哦，原来如此。那区分法一直在说的美元和美债的危机，我们一直不以为意的事情，原来都是这些危机的病症。其实我也看了其他人讨论稳定币的一些文章和视频，我觉得他们都没有讲到重点，我的看法跟他们有点不一样。那其实稳定币的出现，正就是取代美元的另一个货币。从以前美元是唯一一个世界储备货币、世界交易货币，到现在有什么 BRIC 啊、currency 啦、人民币啦，特朗普还要威胁你要用 BRIC currency， 我就要给你加关税啦，等等等等。那这个稳定币出来了，现在又是美国国会来立法承认了，其实它正是威胁了美元的地位。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副总统万斯出来比特币那里说，当然这是比特币的地头，也要讲点讨好比特币的事情，但又不能说这个稳定币会威胁美元。那其实大家想一想，如果稳定币不威胁美元的话，为什么万斯要提起来稳定币不会威胁美元呢？你越是讲的话，越是此地无银300两。我们要明白，美国的立法是被动的，为什么呢？大家都在用稳定币，右下角那张图，大家现在用稳定币的这个数量越来越多了，这个它无法控制，能够控制的话，拜登政府那时候把币安的那个招的人还关起来了，现在都关不了了，特朗普也给他放出来了，招安了。所以呢，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啊，稳定币的趋势已经是成型了，就是你杀不了它了，那没办法，只好管它，起码你管了之后还能决定谁能发谁不能发，下一步就是你去跟有限的发行商来 deal with 来谈判，总比你都不知道谁发行的完全是失控的来做好。所以美国立法稳定币，我们要了解一点，是被动的无奈的来立法监管。所以他说要保障消费者、投资者什么什么，打击这个洗黑钱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他的理由了。讲穿了就是他没办法，是被动的无奈的。那最近关于稳定币的股票都升了好多哦，那我现在是入场的时机吗？那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些公司如何可以靠发行稳定币来赚钱。首先到年底才能申请，申请不一定批，也不知道有多少家会拿到这个稳定币的 license， 拿到了之后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用你的稳定币。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之后，假设众安发行了稳定币，假设有人用了众安的稳定币，这个右边的人就把他们的钱去买众安的稳定币了。那众安就像香港金融管理局或者人民央行或者 Fed 联邦储备局也是一样，一方面它是发行了自己的货币 Federal Reserve 啊，美联储联准会其实就这样，它是发行了美钞买了美债，所以它的 liability 是它印出来的钞票，它的 asset 资产是它买入的
债券。所以众安如果发行了这些稳定币，又有人买了他的稳定币，那些人就会把美金啦、港币啦放到众安的账户里面，拿了众安的稳定币出去交易了。当然他们是可以回来兑现的。所以呢，众安不能把那些钱去炒股票啦、买楼啦，不行，因为亏掉的话你是会被挤兑的 ，bank run 会倒闭的，而且有法律责任的。那他唯一可以做什么呢？就把这些钱放在他的金库里面，那好像很浪费，那叫白做。因为你发行稳定币要申请 license， 要发行是有成本的，你把人家的钱就放在你的金库里面是没有收益的，或银行就知道了大约有多少人会要 redemption， 要把这个稳定币拿来，要现钞拿走，大约有一些闲钱多出来的用不着的钱，可以买一些流动性很高的短期债券。为什么不是长期债券？因为这个收益率一涨，长期债券的价格就跌了，这些是只能够赚钱不能够亏损的，所以可能就买一些3个月啦、1个月啦、1个星期啦、隔夜啦，赚那么一点点的利息。如果众安是发行了这些稳定币，把他们买了1个月的银行同业拆息的话，只是 0.56% 的收入，一年啊赚的那么毛毛雨的钱，还要是假设再假设1年之后，为什么股价炒上去？香港的稳定币只是拿来炒作，除了众安还有另外一只股票，2只股票的一个借口，一个 excuse， 完全不能解释为什么众安可以涨这么多。那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2个月前更低的价格时候你不说呢？过去2年众安的这个价格资产都是远远超值的，这个股价都远远的低估了，过去2年为什么都没有说，现在才来 bullshit 呢？只有我们过去一直有讲这个众安的那个价值啊，没有无奈，股票就在跌，价值在那里，股票又跌了，每个季度都跌一点，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股票涨了，这些传媒开始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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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llshit 了。之前跌的时候，明明众安的业绩很好，他也会因为股价跌了，也会讲不好的担忧出来了。所以这个稳定币肯定只是一个借口，不能解释。我们再来看一下众安到底能在稳定币赚多少钱。第一个，大家要明白，稳定币法案打开了想象的空间，只是给你想象赚多少钱，你想象吧。预计今年年底6个月之后啊，可以去申请。众安怎么赚钱？我查了，没有一个机构，没有一篇文章告诉我众安怎么赚钱，到底能赚多少钱。再说，就算能赚钱，到了今年年底可以申请，那除了众安，还有多少家会申请？众安是不是一定会申请？这么多的未知之数、不确定性，这个我觉得就是背后有心人想把那些低位的买了很多，再炒上去一下，再收一批。 OK， 那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影片的通知了。因为我们会把复杂的经济理论和宏观时事简单易明的讲解给你们听，让你们更容易的吸收。